但如今白小纯居然一口吞下。他们的震撼轰动心神的同时，没有注意到身边的同伴中有那么几位喘息的急促要比他们更强烈。这几人正是赵天骄与白灵等人。与中游那些原因比较，赵天骄与白灵接触的天人无疑是更多的。他们的师尊，他们的祖父本身就是天人，耳熏目染之下，对于天人的了解也自然是最多的。但越是这样，他们此刻的心神就越是不平静，目中的无法置信之意格外明显。因为没有元婴修士比他们更了解天人了，就算是白震天、陈鹤天等人也都做不到这一点。能直接吞噬劫云的，怕是只有半神老祖才可。战舟上无数人被震慑的还在发懵时，苍穹上白小纯的面孔在吞了劫云后也慢慢消失。战舟中张大胖的房间内，盘膝坐在那里为张大胖护法的白小纯，此刻双目慢慢睁开，他的目中闪动着一些异色，还有一丝古怪。此刻抬起头，目光似能穿透战舟，直接看向苍穹。是浩儿在帮我。白小纯迟疑了一下，实际上从当初他炼制21色火没有出现天劫时，他就已经有所猜测。而方才的天劫看似惊人，可在白小纯出现后，他立刻就发现那雷劫内的狂暴之力居然急速的自行转化为了可被他吸收的天地灵力，这才使得他方才愣住，神色古怪，尝试一吸，顿时那磅礴的天地之力就直接被他吞了下来。此刻在体内运转中，正急速的被他吸收，甚至只是这么一吞，他的日月长空诀竟也运转起来。虽还没有彻底将第一层修完，可也跨越了一大步，节省了白小纯至少几十年的修行。这一切让他不得不去联想到自己那成为了明皇，掌控了这片世界生死轮回的弟子，似乎也只有他才可以做到这一点。可惜此事估计就算是浩也不能多次施展，否则的话，我日后修行岂不是想来就来？白小纯有些遗憾，但心中依旧很是温暖，觉得自己当年收下了一个好徒儿。在白小纯这里感慨时，战舟上的那些元婴修士此刻心中对白小纯早已升起了比之前还要强烈无数倍的敬畏感，虽慢慢散去，可那吞噬劫云的一幕永恒的烙印在了他们心底。至于张大胖，也因白小纯吞了雷劫，此刻顺利的修为突破，一股元婴气息在其体内正不断的散出。白小纯看了看后，脸上露出笑容。他看出了张大胖这里如今已无碍，只需温养一些时间，将修为彻底稳固在了元婴后，就可结束修行。此刻心情愉悦，白小纯在张大胖四周布置了禁制守护后，大摇大摆地走出房间，到了战舟的甲板上。一路所有看到他的元婴修士都是目中带着对强者的尊敬，立刻拜见。白小纯本就因张大胖修为成功突破而高兴，眼看如此，心情更好了。我那徒儿实在不错啊，不但帮我加快了修炼速度，更是让这里所有人都对我尊崇备至，简直是太懂我了。白小纯得意中，只觉得今天的天气格外的好。此刻站在甲板上，余光一扫，看到了不远处从第2层刚要下来，可却因看到了自己，就立刻想要后退避开的宋缺。缺儿，来，今天小姑父高兴，带你去钓鱼。白小纯哈哈一笑，声音传出的速度自然比宋缺后退的速度要快。宋缺脚步一顿，郁闷无比。他这些天都在躲着白小纯，可却没想到这一次出来，居然还是被白小纯看到了。此刻无奈，可又不敢不听，宋缺只能心情郁郁地走了出来，站在了白小纯的身边。宋缺的心情，白小纯没去在意。他此刻深吸口气，身体一晃，直接就从战舟上飞出，右手抬起，向着下方的通天海一按，顿时海水翻滚，直接凹陷下去。因其凹陷的太快，使得有那么10多条海鱼没来得及下沉，直接就被白小纯隔空一抓，全部抓了过来，挥手间将这些海鱼扔到了战舟上。这些生活在通天海内的海鱼，一个个都有奇异之力，对修士来说更是大补之物。宋缺就算心情压抑，可看到这些海鱼后，也都怦然心动，不用白小纯召唤，立刻就出手帮着一一抓来。四周的其他修士也都一个个眼热，但碍于白小纯的威势，此刻显得有些迟疑。都动手啊，今天咱们吃鱼宴。白小纯根本就不在意这些小事，在他看来，自己高兴就应该让所有人都高兴。他话语一出，那些元婴修士顿时惊喜，多谢白前辈。他们纷纷抱拳后，立刻上前按住那些活蹦乱跳的海鱼，更有不少直接飞出，在白小纯四周神色恭敬的同时，看着海面跃跃欲试。其中那位星空道极宗对于其他3脉很是了解的元婴长老，也都心动不已。他虽不参与天尊试炼，可此行能有修为上的收获，自然是欣喜的。就这样，在白小纯的出手下，战舟上的所有人在这一天都品尝了他们这一生都很难吃到的通天金色海鱼宴。而在之后的日子里，白小纯经常这样，要么钓鱼，要么就是看到一些珍贵的可以入药的海兽后，立刻出手，闲暇时则修炼，或者叫来那位对其他3脉了解的长老，问一问关于其他3脉的情况。凭着其天人之力，又有战舟落脚，在这通天海上，不说横行，可也足以震慑四方。而那些元婴修士也都因此获益，
一个个修为与日俱增，对白小纯也都感激无比。没事，大家都是通天河东脉的修士，说起来，我们可都是自己人啊。这一次天尊收徒，又有寿元丹赏赐，咱们一定要团结起来，不能让其他三脉的修士抢了我们的名额与丹药。白小纯眼看众人感激，心底也兴奋，抬起下巴，袖子一甩，大声说道：“你们记得啊，到了试炼之地，一定要抱团。看见我们自己人被欺负，大家就捋袖子一起上。”白小纯越说声音越大，四周的元婴修士也都笑了起来，顿时就觉得白小纯这里很是亲切，甚至连带着彼此同伴之间也都少了很多竞争感，在相处上也都越发融洽。宋缺看着这一幕，哪怕他不想服气，可心中也都叹了口气。他明白白小纯的这个做法将会无形中救下很多人的性命。赵天骄与白灵也都深以为然。二人看着如今的白小纯，脑海浮现的是当年他们与白小纯认识时的样子，心中也都感触颇多。眼看众人越发融洽，白小纯也非常满意。实在是他觉得这一次天尊试炼之地有种莫名的危险，大家既然都是通天河东脉之人，能彼此融合抱团，总要好过单打独斗。且不论最终名次与丹药，能保住性命才是最根本的。时间流逝，又过去了1个月，张大胖顺利出关，展现出不俗的元婴战力。慢慢的，这战舟上修士之间的关系更为和谐，而各色海鱼宴也几乎每天都有。就在这一片其乐融融中，这艘船渐渐的距离其目标之地通天岛越来越近。第919集，他怎么来凑热闹了？随着战舟越发接近目的地，白小纯的心情也不再那么轻松。他想到了在通天岛上的侯小妹，想到了在多年前离开星空道极宗回了通天岛的杜灵飞。在他的心底，实际上这一次之所以参与天尊收徒，除了寿元丹的刺激外，还有就是他想要看一看侯小妹是否安全。他的心底挂念很多。另一个则是杜灵飞。当年我去长城前，你曾说当我回来时，你会告诉我一切。白小纯心底喃喃，站在甲板上遥望远处。他的记忆里有很多女子的身影，可无论是哪一个身影，都不如杜灵飞特殊。与杜灵飞相识是在侯小妹之后，可杜灵飞与他之间所经历的事情，却是他脑海里任何女子都没有过的。洛尘山脉的生死相依，陨剑深渊后归途中的突然失踪，血溪宗内血子试炼里打斗中面具脱落后，那彼此都充满了不可思议的目光对望，还有星空道极宗的默默照顾，更有天人魂的赠送。这一切的一切，让白小纯无法忘记。尽管他已分不清自己与杜灵飞之间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如果说是喜欢，曾经是有的，可如今白小纯自己也不知道。甚至就连当年的执念，想要找到杜灵飞的想法，也随之时间的流逝变得淡了太多太多。或许此刻剩下了的，除了回忆外，就只有一个答案了。你的身份，我多少已猜到了一些。白小纯轻叹一声，闭上了眼。随着距离通天岛越来越近，不但是白小纯这里沉默下来，战舟上的所有人也都一个个心中有种莫名的压抑，每个人都会时而抬头看向远处。渐渐的，终于在这一天，于白小纯的目中，在所有人的视线里，隐隐的看到了在远方的天地间出现的一片模糊的景象。那仿佛是座岛屿，在看到这岛屿的刹那，急促的呼吸声从战舟上的那些修士中间陆续的传出。白小纯目光也在这一刻露出金芒。别人看不清太多，可在他的眼中，那岛屿虽不算清晰无比，可也大致能见。准确的说，这是一个类似葫芦形状的岛屿，大圈是岛屿的核心，而小圈则是码头，中间一条如龙脊般的山脉将这2个圈连在了一起。岛屿上一处处雕栏玉砌的宫殿，在那葱葱绿植内若隐若现。再向上看去，岛屿内有3座巨大的山峰，每一座山峰上都修建着惊人的宫殿，以中峰为主，两侧为副。主殿下则是陡峭的石阶，蜿蜒而去，途中一处处宫殿，使得这整个岛屿既像是花园，又像是皇宫。这里正是通天岛，天尊的道宫。其内每一座宫殿都散出惊人的威压，宫殿具体数量算不清晰，可白小纯大略一扫，简单判断也有上千之多。这上千的宫殿，他们的威压凝聚在一起后，形成的气势如排山倒海一般，摄服天地，似乎就连通天海在这里也都要平静下来，不敢掀起丝毫波浪。仿佛这岛屿如同一个巨人矗立在天地间，带着无上威严，正俯视众生，高高在上。此刻，在那岛屿3座山峰正中间的山巅大殿内，有一张通体黑色水晶自然形成的巨大座椅，这水晶贯穿整个山体，似与岛下通天海底连接，有一道道黑色的弧形闪电不断的在其内游走，最终融入此刻坐在那座椅上的一个充满了威压的身影体内。正是天尊。几乎在白小纯等人到来的瞬间，天尊慢慢睁开了双眼，似遥望星空道极宗的战舟，眉头微微皱起。伤势太重，以至于我只是恍惚了片刻，没注意到这个在守灵老鬼大量的撒网中脱颖而出，全身念力缠绕的小子怎么也来凑热闹了。敢把他放回通天世界，守灵老鬼你是算定了，我会如当年利用血族那样，
再次做那种事情，把他当成一切计划都失败后最终的翻天手段，进而算出我不但不会对他不利，甚至还会在他没有熟透前对其保护吗？还是老鬼，你了解我可是不到万得已，我真的不想再去走那最后一步。天尊沉默许久之后，重新闭上了双眼。天尊虽闭目，可通天岛的威压依旧强烈。此刻随着战舟靠近通天岛，白小纯也都呼吸凝重。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白小纯目光一闪，猛地看向岛屿外的通天海。很快的，他就看到在这片岛屿的其他3个方向，赫然还有3艘与他们星空道集中的战舟大小相似，可模样却不同的舟船，此刻正呼啸间从不同的方向直奔通天岛的码头。这3艘战舟分别来自西以及南这3个方向，其中从西方来临的舟船竟是青色的巨石打造，给人一种好似能撼动山河之感，气势惊人，古朴无比。那战舟上，白小纯能模糊看到站着不少人，其中最前方一人的气势让他不由得注意起来，那似乎是一个老者，仙风道骨，一身天人波动，浑厚无比。而从南方来临的战舟，白小纯在看到后，目光猛地一缩，那舟船由黑色的木头修建，可却缭绕了无穷黑气，阴森无比的同时，隐隐可见在那黑气内似有一条黑龙若隐若现。只是目光一扫，白小纯就忍不住心跳加速，似乎那黑龙具备惊人之力，是那战舟的气魂。在黑龙的头顶似乎盘膝坐着一道身影，看不清样子，只能看到轮廓。还有就是此人的头发居然并非真实存在，而是一缕缕不断挥散的黑烟。只不过相比于西与南，白小纯最重视的还是来自北方的战舟。那北方的战舟通体竟是寒冰打造，散出浓浓寒气的同时，可以隐约看到在那冰层内居然有一道道闪电游走，发出轰隆隆的声响时，也掀起了惊天气势，更有一股彪悍之感，让人感到惊心动魄。尤其让白小纯格外注意的是，这北方战舟的前方站在那里的一个如铁塔般的大汉。这大汉足有3丈多高，全身粗壮无比，虽看不清样子，可其气势之强，让白小纯这里也都目光一缩。没有任何思绪上的琢磨，白小纯立刻就明悟，这3艘舟船正是通天和其他3脉的修士。显然，这一次星空道集宗战舟的出发是与其他3脉同步展开，彼此甚至在速度上也都相差无几，使得他们准确的在同一时间到来。这还是白小纯首次看到其他3脉之修。虽这段日子他通过那位负责打探情报的元婴长老了解了不少3脉的事情，可依旧在亲眼看到后呼吸微微急促。他身后的那些修士也大都如此，一个个都凝神看去时，那3艘战舟上的众人也一样在彼此打量，气氛一时之间更为压抑。这来自4大脉的战舟也都在速度上慢慢缓了下来，彼此渐渐向着通天岛码头驶去。随着靠近，4艘战舟上的修士彼此看得越发清楚，而白小纯也感受到一道道目光直接就落在了自己身上。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身边的那位对3脉很是熟悉的元婴长老快速开口，向着众人介绍其他3脉之修。除了咱们东脉星空道集宗外，其他3脉分别是西脉太斗汉月宗、南脉龙腾鬼海宗、北脉九天云雷宗。大家注意一下西脉太斗汉月宗，那看起来仙风道骨的老者名为灵仙上人，此人擅长山石道法，可化活人为土石，很是强悍。而太斗汉月宗专注五行道法，虽看起来普通，可实际上却是五行道法的巅峰宗门，可移山倒海。至于其身边的元婴修士，其中虽大多数我也不认识，可里面有一个人，诸位道友一定要格外重视。此人就是站在灵仙上人右侧的那位青年，其名为石岩，虽是元婴修为，可却是太斗汉月第一元婴，曾有与天人初期一战而不死的惊人战绩。第920集，渴望一拜。随着介绍，白小纯目光也落在了灵仙上人以及其右侧那位冷傲的青年身上。大家再去注意一下南脉龙腾鬼海宗，那坐在黑龙魂上的修士名为千鬼子，此人原本就是一头千年老鬼，修炼鬼道，逆天一般成就天人，战力更是超越铜镜。要留意他的头发，那一缕缕黑烟，一共1000条，每一条都可形成杀人道法。而龙腾鬼海宗擅长变形术，可以变化成凶兽，提高战力。除此之外，还有不少人如千鬼子一样修炼鬼道，术法诡异莫测。虽其中大都是散修，可这龙腾鬼海宗也有绝世天骄。此人名为孙吴，你们看，在其战舟后方，一个人站在那里，全身皮肤青色，如同厉鬼的那位，就是孙吴。白小纯目光落在南脉黑木战舟，仔细地望着那黑龙上的身影。此刻随着彼此靠近，他看得清清楚楚，那黑龙上的千鬼子身体似虚幻，散出无穷阴冷，似注意到了白小纯的目光，他目中幽芒一闪，好似利剑一般，直接瞪向白小纯。非但如此，他的气息更是随着目光而来，仿佛要镇压星空道集宗战舟上的所有人。瞪我也就罢了，居然还嚣张的要镇压我的人。白小纯顿时不服气了，这个时候他觉得在气势上绝对不能输了，于是猛地瞪了回去。在比眼神这种高层次的对抗中，白小纯这辈子还从来没真正输过，底气极强。
无论是曾经的灵犀宗、血溪宗，又或者是逆河宗、星空道极宗，哪怕蛮荒大地，可以说所有白小纯去过的地方，在比眼神这件本事上，他自认第二，则无人敢认第一。就算是真的有人不服气，白小纯也会用自己的目光告诉对方自己的犀利之处。只见此刻的白小纯，他的目中好似蕴含了闪电一般，如同在这八方出现了外人听不到，只有他以及其目光所看之人才可以觉察到的电闪雷鸣。这声响极大，闪电之威惊天动地，使得白小纯的气势也在这一刻不断的崛起，而所有的气势也都凝聚在了他的目中。在白小纯自己的感觉里，自己的目光此刻已经化作了一道利剑，石破天惊，势不可挡，以一股仿佛要碾压众生之意，直接就轰在了那千鬼子的瞳孔内。和我比眼神！白小纯内心狂傲无比，瞪着眼睛，四天下地上唯我独尊。千鬼子一愣，哪怕以他千年老鬼的经历，此刻也都诧异起来。他确定自己这是第一次看见星空道极宗的这位天人，相互之间应该没有仇隙才对，可对方居然凶神恶煞一般，那目中的凌厉配合其表情的咬牙切齿，让千鬼子莫名其妙的同时也没来由的有些不适应。他勉强的对望了片刻，就干咳一声收回目光。眼看千鬼子不再和自己比眼神，旗开得胜的白小纯内心更为孤傲，站在战舟上的他小袖一甩，抬起下巴，心底颇有一种天下无敌的寂寞之感。他终究不是我的对手，爱不知何年何月，我才能遇到一位与我旗鼓相当之人啊！我渴望一败。白小纯感慨时，他四周的那些修士并没有注意，在这短短的时间，白小纯已经与那千鬼子进行了一场眼神上的旷世之战。可宋缺了解白小纯，他方才偷看了一眼后，立刻就看出了端倪，神色不由得怪异起来，有种要捂脸的冲动。这都天然了，怎么还去比眼神？宋缺觉得白小纯的世界自己实在是无法了解。也正是在这时，星空道极宗那位对其他三宗很是了解的元婴长老，他的话语继续在白小纯以及四周众人的耳边回荡。最后一个则是北脉的九天云雷宗了。老夫曾有一些宗门的任务，对九天云雷宗打探最多。此宗所在的北脉地广人稀，常年冰雪覆盖，气候之恶劣，虽比蛮荒好了不少，但那冰寒之意使得那里的人都具备惊人的体魄，可以说是四脉之最。也正是因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所以北脉与我们以及西南两脉不同。整个北脉，准确的说，只有一个宗门，就是这九天云雷宗。环绕此宗形成的一个个修真家族，几乎所有修士都可以算是九天云雷宗的弟子。而其宗门的弟子，从一重天的身份直至九重天，越是后面身份越高。那位对三宗情况很是了解的元婴长老，此刻低声开口：“你们看九天云雷宗的战舟上，最前方的那个大汉，不要以为那是一个人，仔细去看，你们会发现，那是两个人站在一起。”随着老者话语，白小纯都是一愣，双目猛地眯起，凝神看向九天云雷宗时，因此刻相互之间距离已近，白小纯立刻就看到站在九天云雷宗战舟上最前方的那个大汉，居然的确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站在一起。只不过这二人的身体太过古怪了，其中一人其左侧的身体粗壮无比，无论是左手还是左腿，又或者左侧的胸口以及头颅，都是这般，而其右侧的手脚与身躯好似枯萎一般明显缩小，使得其整个人看起来很不协调。至于另一人也是这样，但却正好相反，枯萎的是左侧身躯，庞大的右侧躯体。如此诡异的二人，当他们站在一起时，远远一看根本就看不出是两个人，尤其是他们的面孔居然也都一模一样。白小纯看清楚后也都心底一惊，他更是看出这二人的修为赫然都是天人中期的样子。他们是九天云雷宗凶名赫赫的云雷子。据说曾经的云雷子只是一个人，可因修行了某种逆天之法，尝试去突破天人中期，试图踏入天人后期而失败，其身体承受不住，反噬之下分裂，这才化作了两个有各自意识的身体。虽如此，可云雷双子有一种秘法，能短时间内彼此融合在一起，重新恢复成一个人。而那个时候的他将是真正的云雷子，其修为境界也将在那短时间内攀升到天人后期。随着老者的介绍，白小纯都慢慢张大了嘴巴，觉得不可思议。之前其他两宗的天人都是天人中期，白小纯压力不大，可如今这云雷子本就两个天人中期，更过分的是合体之后所爆发出的天人后期，让白小纯立刻警惕起来。实在是如今的他虽能战胜天人中期，可对于后期他心底有些悬。还有这云雷子身后的三个人，大家也要格外注意，他们都是九重天的元婴大圆满，分别是韩月梅、钟镇山以及雷元子。尤其是雷元子，身为云雷子的亲传徒儿，站在云雷子身后，瘦瘦小小，略有驼背的，就是他了。大家对此人要极为警惕，他的危险程度比韩月梅以及钟镇山都要强烈很多，实在是此人心狠手辣，冷酷无情，诡异多端，很是难缠的同时，更是睚眦必报。老者快速开口，不断的介绍下，
众人对于这三宗也都有了不少了解。白小纯也重点的多看了九天云雷宗几眼，因为他清楚的记得灵犀老祖曾告诉过他，灵犀一脉源自通天和北脉的寒门，而这九天云雷宗正是造成寒门激进被灭的最大仇敌。天人是个把自己修炼成2个人的疯子，下面的九重天修士最厉害的雷元子看起来像是个猴子，这什么奇葩宗门啊！白小纯对九天云雷宗没好印象，撇了撇嘴。就在白小纯心下嘀咕时，这4艘来自4大脉的战舟也慢慢的靠近了码头。片刻后，几声轰鸣巨响下，这4艘庞大的舟船终于停稳在了码头上。随着停稳，4艘战舟上的4脉修士也都是心神凛然，一一下船。与此同时，一道道目光比之前还要频繁，在这4脉修士之间不断的打量。同样的，在其他3脉里，也有如那位白小纯等人介绍3脉的元婴长老般的修士，此刻也都在快速的低语，向着几脉修士介绍起来。白小纯立刻就感受到了很多目光陆续在自己身上扫过，他实在是心里好奇，想要知道别人是怎么介绍自己的，于是没忍住，神识悄悄散开，要去偷听第921集高贵的杜灵飞。大家要重点留意东脉星空道极宗的那位白小纯，不要以为他是天人修为，不会参与你等元婴修士之间的争斗，这么想你们就大错特错了。根据情报，此人心理扭曲，最喜欢以大欺小，明明战力冠绝星空道极宗天人境，可偏偏他这一生最喜欢做的就是欺负修为比他低的人了，无耻至极，大家一定要小心。这白小纯，你们一定要特别警惕，此人一生经历太过匪夷所思，守过长城，去过蛮荒，不但安全回来，更是晋升天人。尤其要注意他的丹药，此人最恐怖的不是修为，而是其丹药拒不完全统计，给他足够的环境，他去炼丹，足以毁掉一个源头宗门。说起白小纯，你们或许陌生，可若说起那从通天和东脉传播过来的致幻丹，你们应该都心知肚明了。那致幻丹在我西脉前些年都成了浩劫，而此人就是那万恶之源致幻丹的创造者。种种言语在其他3脉中传出，白小纯听到后神色有些古怪，略带一丝尴尬，挠了挠头。我居然这么出名了，致幻丹什么时候传播到了西脉了？莫非是空城当年的那些？还有什么叫做我喜欢欺负修为不如我的呀？我那叫稳妥。白小纯有些不服气，可总体来说心中还是有些得意的。他觉得自己的名声在自己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居然传得如此之远，名气如此之大。哼哼，他们要是知道巨鬼王是我岳父，明皇是我弟子的话，不得被吓死啊！白小纯心中这么一想，就更舒坦了。可就在这时，他又听到了一些声音，这些声音大都是从北脉的九天云雷宗低声传出。白小纯，哼，他只不过是运气好，提前一步到了天人而已，用不了多久，我踏入天人时必战此人。模样不错，可惜是个男的。这些声音大都是那些元婴修士议论出来。白小纯听到后很是不悦，瞪眼看了过去。可就在他看去时，那云雷双子似有所察觉，猛地也看向白小纯。相互目光这么一对望，白小纯顿时精神振奋。呵哟，又来了一个要和我比眼神的。白小纯自然不甘示弱，甚至见猎欣喜，立刻就狠狠地瞪了过去。可很快的，白小纯就面色变化，首次感受到了在比眼神上的巨大压力。该死的，他们是2个人啊！那云雷双子此刻都是冷冷地看向白小纯，2大2小4只眼睛，其目光异常犀利，直接就让白小纯这里有些招架不住。他正要招呼宋缺过来与自己一起瞪过去，可就在这时，四周下了舟船的4脉修士突然就安静下来。白小纯也立刻注意到，此刻从码头的尽头，那条连接了通天岛核心区域的磅礴山脉上，此刻走下来的一群人。当前之人是一个女子，穿着一身紫色的长裙，上面绣着9条凤凰，容颜绝美的同时，眉心更有一点红纱，使得她整个人看起来充满了无比高贵之意，而其目光也锐利无比，似天地众生都不可侵犯其丝毫。在看到这女子的时候，白小纯身体猛地一震，心中复杂之意刹那就弥漫开来。他没有心情再去与那云雷双子比什么眼神，此刻的他在看到这女子时只有沉默。正是杜灵飞。许久未见，杜灵飞风采依旧的同时，更是多出了一些白小纯记忆里不曾看到过的高贵气息，似他站在那里就可以吸引一切目光的凝聚。这与白小纯的印象中有些不大一样，使得他不由自主的心中复杂的同时，也多了一些陌生感。在杜灵飞的左右两侧，有2排跟随他一起从山脉上下来的修士，左侧都是女修，右侧则是男修，分别穿着红色与蓝色的长衫，每个女子都相貌美丽，每个男修也都是俊朗非凡。仅仅是从容貌上去看，这2排修士都让人眼前一亮，且衣着统一，使得他们很是整齐。更让人额外注意的是，他们中任何一人的气势都很是不俗，似可以借用这通天岛的威压凝聚在身躯上，使得他们给人的感觉很是特殊。这2排修士中，白小纯立刻就看到了侯小妹还有鬼牙，2人都在其中。
侯小妹也注意到了白小纯，原本严肃的小脸，此刻也都放松了不少，尤其是双眸内更是带着惊喜，似若非此刻职责所在，她都想迫不及待地跑到白小纯面前去。鬼牙自然也认出了白小纯，只是他从始至终都是面无表情，只是扫了一眼就收回目光，依旧肃然。眼看侯小妹无碍，白小纯的心底也松了口气，只是杜灵飞的到来，使得他心底升起的复杂依旧没有消散丝毫。欢迎诸位道友前来通天岛。杜灵飞脸上带着笑容，淡淡开口，声音蕴含了莫名的威严，回荡四方，引动了这通天岛的威压，使得他的话语如同言出法随一般，传入众人的心神内，烙印回荡。四周的四脉修士纷纷心神震动，神色也都一个个肃然起来，尤其是其他三脉中的天人强者，纷纷走出，向着来临的杜灵飞抱拳一拜。见过使者。云雷双子，还有那仙风道骨的老者，以及千鬼子，此刻都态度客气，对于杜灵飞他们不陌生，知道其身份特殊，不敢得罪，此刻很是恭敬。至于白小纯，他有心不上前，可眼下他毕竟是星空道极宗的带队天人，心底轻叹，也走了上去，向着杜灵飞抱拳，只是张了张口，却什么话也没有。千鬼子等人察觉，纷纷内心一动。杜灵飞站在那里，凝望白小纯，慢慢的神色越发柔和，可只是笑了笑。此地毕竟人多，他也没有说什么，而是客气的回应了众人的拜见，安排身边的侍卫迎接四脉修士。任何一脉来人都有上百，众人加在一起，虽不到1000，可也差不了太多。这么些人都凝聚在码头上，浩浩荡荡，可在杜灵飞的安排下，却是井然有序起来。诸位道友，今日天色已不早，还望你等随着通天岛侍卫前去歇息。明日一早，钟声七下后，自会有人来接引诸位前去拜见天尊。杜灵飞神色温和，缓缓开口后，想了想，又说了一句：另外，通天岛内禁地众多，为防止出现误会之事，还请诸位夜晚时不要外出活动，否则的话，一旦被道宫禁卫察觉，造成死伤就不好了。杜灵飞话语并不凌厉，语气也都柔和，可这番话语落在众人心中，却让所有修士不由都心头一震，哪怕是云雷双子等人，也都内心一凛。实在是此地通天岛，那是整个通天世界的核心，是天尊的道宫所在。此岛看似不大，可实际上如同龙潭虎穴一般，别说是他们了，就算是半神强者闯入，也都必定十死无生。所以，就算杜灵飞不去交代，他们也都始终谨慎，哪怕在外面习惯了嚣张之辈，在这里也都会无比乖巧。四脉修士的休息居所，也不是在通天岛的大圈中，而是在码头外的一片林立的阁楼中。这片阁楼区域不小，分成了4份，显然是专门为平日里来拜访求见之人准备。至于这通天岛的大圈核心之地，没有天尊旨意，外人根本就不可能进去，只能远远的看到在大圈中的那3座山峰上存在的无数宫殿，以及一道道巡逻的侍卫身影。白小纯始终沉默，任由通天岛的侍卫安排。侯小妹显然想要过来，可她负责的不是星空道极宗，于是只能远远的向着白小纯眨了眨眼。当黄昏降临时，四脉来临的数百上千元婴修士都被通天岛的侍卫陆续的安排了居所。白小纯身为天人，他所在居所独门独院，距离通天岛入口，也就是那条磅礴的山脉，也是很近。此地灵气浓郁无比，远远超出星空道极宗。可白小纯却没心情修炼，此刻眼看天色越来越晚，他盘膝坐在那里，默默等待。他相信今天夜里杜灵飞一定会来。第922集，杜灵飞的身份。夜幕降临，海浪拍岸的声音时而传来，使得这本应该安静的夜里洋溢着一种迷人的波浪声。这声音起伏，传入白小纯的耳中。快！盘膝打坐的白小纯此刻心中也慢慢平静下来。在战舟上时，他已经想得很清晰，这一次来到通天岛，除了寿元丹外，就是看看侯小妹是否安全，再就是将自己心中的执念向杜灵飞求证一下。他没有去回忆过去，只是盘膝坐在那里，安静等待。通天岛的威压依旧扩散整个岛屿，尤其是在这深夜中，在这天地间只剩下了海浪声时，这威压似乎更强了一些，使得如今居住在通天岛上的所有人都心中升起无限的敬畏之感。修为越高之人，这种感觉就越是强烈，因为他们能隐隐地感受到，在那通天岛大圈核心之内，存在着一股让他们只是略微感受就会心神颤抖，修为也都不稳，似对方一个念头就可让自己崩溃的气息。这气息至高无上，甚至就连苍穹在这气息面前也都无法展现半点威严，仿佛天虽高，可若这气息的主人有意，可以让苍穹向他低头。这种气息，这种霸道，这种尊高，放眼整个通天世界，只有一个人可以做到，那就是天尊。这种认知让如今通天岛上的四脉修士一个个都心情激荡，忍不住去想象这一次的天尊收徒，想到他们中会有一个人成为天尊的弟子，此事就让他们激动。就算是天人，也都难免心情起伏。实在是这一次天尊收徒，没有规定只收元婴，实际上只要是元婴以上修为都有机会。毕竟这一次的要求只有一个，
那就是第一个走出试炼之地的修士。此事虽修为占据很大的关系，可最大的因素却是运气。所以对于所有人来说，天人参与虽有优势，可却不代表最终一定能成功。而随着夜色越来越浓，四脉修士大都沉浸在修行中，没有人在这个时候选择外出，不是不想，而是不敢。先有杜灵飞警告，后有通天岛自身的威压，除非是想找死，否则的话，谁也不会去制造这种让人误会之事。白小纯一样不会选择外出，他依旧盘膝坐在那里，闭着眼慢慢等待，直至到了深夜，忽然的盘膝打坐的白小纯，他的双眼蓦然睁开，看向自己所在居所的大门。几乎在他看去的刹那，一个柔和的声音从大门外悠悠传来：“我可以进来吗？”只有一句话，没有下文。白小纯坐在那里，看着大门，他的神识内能看到，此刻在大门外，杜灵飞站在那里，不再是白天的装扮，而是换了一套白色的长裙，样子也没有了那种凤威，好似回到了曾经的灵犀宗的装扮。这模样让白小纯沉默半晌后，右手抬起一挥，大门缓缓打开，露出了站在那里脸上带着微笑的杜灵飞。二人隔着开启的大门，相互的目光凝望到了一起。人还是当年的人，只是那一句小赌毒，白小纯却再也说不出口。好久不见。杜灵飞眨了眨眼，看到白小纯不说话，于是轻笑一声，迈步走了进来，直接就来到了白小纯的身边。怎么不说话？杜灵飞望着白小纯，挽了一下发丝后，轻声说道。此刻月光落在他的容颜上，使得他的肤色如玉一样白皙，整个人在绝美中透出一股圣洁之意。尤其是此刻随着靠近，从他的身上还散出一股清香，让人闻到后似身心都会平静下来。不知道该说什么，白小纯迟疑了一下，如实说道：“那就说说你在蛮荒的事吧。”杜灵飞柔声开口，没有嫌弃地面脏，见白小纯坐在那里，于是也双膝拢在一起坐了下来，抱着膝盖望着白小纯，闻着从杜灵飞身上传来的清香。白小纯想了想后，简单的说了说关于蛮荒的事情，关于自己的身份都没有开口去提。不过最后他望着杜灵飞的眼睛，深吸口气，开口感谢：“谢谢你的天人魂。”白小纯依旧是没有告诉杜灵飞自己天道原因的事情，而对于白小纯这里将蛮荒的事情一笔带过，杜灵飞没有去追问，似乎两个人不管如何交谈，都好似心中藏着事情。渐渐的，二人都沉默下来。月光下，这对男女二人明明坐在一起，可他们的心中却都有一种说不出的陌生与距离感。哪怕海浪的声音持续努力的通过二人的耳朵，试图在同一个声音下将他们拉得更近一些，也都作用不大。直至许久，白小纯再次看向杜灵飞，忽然问了一句：“你到底是谁？”这个问题当年白小纯去长城前曾问过，那时的杜灵飞答应他，等他回来时他会将一切告知。此刻白小纯终于问出这句话，杜灵飞没有意外，似早就想到白小纯一定会问自己。此刻沉默了一会，他深吸口气，抬头与白小纯目光凝望许久，他轻声开口：“天尊是我的父亲。”这句话传入白小纯的耳中，尽管白小纯在这之前已经有了猜测，可依旧还是在听到这句话，确定了猜测后，心神泛起波澜劲儿，掀起轰天大浪。他的呼吸不由得就急促起来，连续的吸了几口气。哪怕是确定了猜测，可他依旧还是有种恍然大悟之感。他明白了，为何这杜灵飞在星空道极宗内如此特殊。如果传言是真，四大源头宗门的半神老祖都是天尊的弟子，那么杜灵飞在那四位半神老者的目中就是小师妹。这样的身份，这样的背景，可以说杜灵飞在这通天世界里就如同明珠一般，超然无比。可随之白小纯的心中又升起了疑问：作为天尊的女儿，地位身份如此超然的杜灵飞，为何要去灵犀宗？为何又出现在了血溪宗？这一切在白小纯心底重新浮现，疑惑更多。同样的，也是在这一刻，白小纯脑海中另一个想法也忍不住颤抖的升起。他想到了自己当初可是吸了天尊的一根血发，此时他当初就觉得忐忑，可却觉得天尊距离自己很遥远，况且那头发也是守灵人给他的，所以才硬着头皮大着胆子吸收。可如今随着杜灵飞的话语，白小纯猛然间觉得自己距离天尊竟如此的近。杜灵飞是天尊的女儿，难怪之前宗门内我炼药失败惹下麻烦，星空道极宗的半神老祖只是呵斥，但却没有什么责罚。白小纯一下子就明白过来。侯小妹也是你安排到的这里？白小纯定了定神，立刻问道。杜灵飞没有回答白小纯这个问题，他温柔地看着白小纯，一如当年在洛尘山脉时一样。许久，他带着温和的笑容起身到了白小纯的身前，如妻子一般为他整理了一下衣衫，动作很是轻柔。如此近距离的贴着他身上的清香，顿时将让白小纯这里呼吸更急促了一些。帮助白小纯整理了衣衫后，杜灵飞深深地看着白小纯的眼睛，表情有些复杂。从他的目中，白小纯看到了他的生活似乎并不如其身份给人的感觉般快乐与优越，反倒是有种深深的疲惫与无奈。这样的目光
让白小纯想到了洛尘山脉，想到了当年两个人在一起时的时光，久久没有说出口的称呼，也从其口中轻声传出。小杜杜在白小纯开口的一刻，杜灵飞身体猛地一颤，这个称呼让他的记忆也好似回到了曾经。半晌之后，他轻轻弯腰，在白小纯的耳边如呢喃一般说了一句话：“小纯小心吼小妹。”说完，杜灵飞没有让白小纯去看自己的眼睛，他转身一晃，消失在了白小纯的面前，消失在了天地之间。第923集，一如往昔，在杜灵飞的话语传入白小纯耳中的瞬间，白小纯身体略为一僵，直接就愣住了。他立刻抬头看向远处，以他的修为，哪怕杜灵飞借助通天岛之力离去，可依旧还是被白小纯看出了踪影。他有心追上去问个明白，可杜灵飞的身影已经消失在了白小纯的目中，进入到了通天岛的深处。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让我小心吼小妹？白小纯越想越觉得不对劲，甚至有些分辨不清杜灵飞这句话到底是真是假。可无论如何，吼小妹被选成通天岛准侍卫之事，白小纯之前第一次听到时就觉得不安，此刻被杜灵飞这一句话立刻弄得更为焦虑起来。为什么要我小心吼小妹？白小纯沉吟中回忆今天看到吼小妹的情形，吼小妹与他记忆里一样，在看到自己时那目中的惊喜不似作假。只是杜灵飞的话语始终都在白小纯耳边回荡，让他不能不去仔细思索，渐渐有些烦躁起来。实在是他自从来到这通天岛后，就总是觉得有些不安。半晌之后，白小纯长叹一声，琢磨着要找个机会去见见侯小妹。可就在这时，白小纯神色一动，抬头看向远处。不多时，夜幕中有一道长虹小心翼翼地向着白小纯这里疾驰而来，很快就到了白小纯所在的居所之处，一晃之下就踏入进来。人刚到，声音却带着甜腻，抢先而至：“小纯哥哥！”来人正是侯小妹。她依旧是穿着白天时那身红色的长裙，整个人看起来秀丽非常，本就白嫩的脸蛋此刻也因喜悦而泛起红润，满是灵动的双眸更是被流光溢彩所弥漫。虽因杜灵飞的那一句话使得白小纯心中泛起猜测，可如今在看到侯小妹后，那些猜测立刻就被她埋在了心底。眼前的侯小妹与白天时一样，都是她记忆里那个从看到自己第一眼就很是喜欢黏在自己身边的如邻家女孩般的小妹。更是与面对杜灵飞时不一样，在看到侯小妹后，白小纯也高兴起来，起身伸开双臂，眨了眨眼，坏笑道：“小妹，好久不见啊！来来来，让小纯哥哥抱一抱。”侯小妹原本就因喜悦而红润的俏脸，此刻随着白小纯这句话，顿时飞起红霞，嗔了白小纯一眼后，还是乖巧的到了白小纯的身边，低着头抱住了白小纯。他开始时抱的不是很用力，可当抱住后，内心多年来的思念与一个人在通天岛的孤单，顿时就从心底无限的升起，使得他越发的用力，好似要将白小纯永远的抱住，不让他离开自己。感受着侯小妹拥抱自己的力度，白小纯脸上的坏笑也慢慢收起，取而代之的是怜爱，轻轻的放下手，摸着怀中侯小妹的青丝秀发，闻着她身上散出的与杜灵飞不一样的体香，白小纯的心也慢慢放松下来，脑海里也浮现出当年第一次遇到侯小妹的画面。可以说，侯小妹才是第一个让白小纯注意的女孩，实在是对方白白嫩嫩又满是清纯的样子，使得白小纯在当年懵懂时就已经心中升起她那时候自己都不知道的喜欢。而后他更是看到侯小妹那对待别人如小辣椒般，可对待自己却乖巧无比的性格，这让白小纯心中很是得意。此刻抱着侯小妹，白小纯清楚地感受到，眼前的侯小妹没有什么问题，也没有什么变化，依旧是如当年的模样。小纯哥哥，你一走就是那么多年。侯小妹在白小纯的怀中，说着说着，情绪就有些低落了。白小纯赶紧拉着侯小妹坐在一旁，安慰起来，甚至和她说着自己在蛮荒的事情，虽没有全部说出，可却找一些有趣的事情。渐渐的，侯小妹的心情也好了不少，银铃般的笑声也时而传出。我才不信你在蛮荒，天人都要看你的眼色呢。侯小妹掩口笑道。听到侯小妹居然质疑自己，白小纯立刻不甘了，一瞪眼，猛地拍了下胸口。这算什么？半神都抢着把女儿嫁给我，魁皇朝满朝文武，谁不怕我？白小纯傲然说道。一旁的侯小妹娇笑起来。我信你了，行了吧？你最厉害，我家小纯哥哥是天下最厉害的人。侯小妹笑声中那双目内的神采，让白小纯看到后心跳也都突然加速。他忽然发现，这侯小妹并非没有变化，她的身上似乎青涩已经褪下，有一股独属于她的魅力正慢慢散出。这也是一个妖孽啊！我当年居然没看出来。白小纯咽下一口唾沫，心底琢磨着，这么下去，这侯小妹以后怕是比宋君婉还要惊艳。眼看自己居然被侯小妹的目光弄得心跳加速，白小纯觉得有些丢脸，于是干咳一声，换了话题，问起了侯小妹为何会被选拔到通天岛。侯小妹一听就立刻带着气哼了一声，还不是那个宋君婉，这个老女人不但对小纯哥哥你图谋不轨，更是在这些年对我也都表面上照顾，
可实际上却凭着其血系一脉中锋的地位多次打压。啊！白小纯一愣，他觉得宋君婉应该不是这样的人，有心去解释一下，可他话语还没等开口，侯小妹似乎看出了端倪，于是立刻告状：“小纯哥哥，你不知道，那老女人宋君婉，那些年在宗门内很是招摇，我看不过去说了她几句，她就是我为眼中钉。那次选拔到了最后，有一场是我和她的斗法，她修为比我高那么多，而且前面已胜了几次，就算是输了也还有机会。可我那是最后一次啊，一旦输了我就没机会了。可她却毫不留情，我都那么对她说了，可她还是几下就将我打败。”侯小妹说到这里，很是生气。好在负责选拔的通天岛长老觉察出我的体质特殊，适合修炼通天岛的一门神通，于是破格让我获得了一个名额。而那老女人最后却失败。侯小妹语速很快，不断的告着宋君婉的状。白小纯听着听着也都头大了，他听出来了，宋君婉与侯小妹之间，实际上所有的事情都源自二人彼此的看不顺眼。而这矛盾最早的起源，正是当初灵犀与血系的霸占融合下，在那山脉上白小纯疗伤的那段日子。尤其是想到当年侯小妹与宋君婉每个人都端着一碗药，同时递给自己的一幕后，白小纯就内心一颤。而最让他记忆深刻的是，当时二女居然在赌他出门后先迈哪只脚。想到这里，白小纯赶紧岔开话题，他很担心继续聊下去，说不定又会出现什么让自己头大的事情。侯小妹本就因看到白小纯而喜悦，此刻看到白小纯岔开话题，也就没去在意。在白小纯身边叽叽喳喳不断的说着白小纯不在的那些时间发生的各种有意思的趣事。到了最后，更是说出自己在通天岛的一些琐事。听着侯小妹的声音，白小纯脸上露出笑容，时而赞叹，时而也忍不住自己吹嘘几句，直至黎明将至，侯小妹才恋恋不舍地离去。实在是第二天四脉修士要去拜见天尊，这是大事，侯小妹职责所在，不能继续留下。目送侯小妹的身影远去后，白小纯深吸口气，他很确定从头到尾侯小妹那里都没有半点异常，这就让他对于杜灵飞的那句话产生了质疑。他为什么要让我小心侯小妹？白小纯百思不得其解，思来想去也都没有答案。渐渐的，天色大亮，随着初阳从金色的通天海上升起，阵阵带着岁月沧桑的古朴钟声，蓦然间在这通天岛上回荡开来。第924集，吸收岳父一根头发，钟声七下，代表着四脉修士可以去参拜天尊。这钟声浩荡无比，扩散天地之间，使得苍穹霞光万丈，映照四周金色的通天海水，形成了一幕美妙绝伦的画面。尤其是通天岛深处那三座惊天的山峰，此刻更有光芒散开，如同世间瞩目。与此同时，弥漫在通天岛上的威压，也在这一刻更为磅礴。包括白小纯在内的所有四脉修士，此刻都在听到了钟声后，立刻走出各自的居所，抬头时就看到了苍穹的霞光，感受到那三座山峰光芒万丈中的恢宏气势。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负责带领四脉修士前往通天岛深处的侍卫，也都各自来到了四脉修士的居所。白小纯那里是一个相貌秀美的女修，这女修不是昨日带着白小纯来此之人，而是换了一个。虽看不出对方是来自那一脉，可这女子在面对天人境的白小纯时，显然压力也不小。一路上虽不是特别恭敬，可也很是客气，毕竟哪怕她身为通天岛的准侍卫，也都不敢在天人面前放肆。实际上也的确如此，身为准侍卫，她虽只有结丹修为，可就算是元婴，也要对她很是客气。不过面对天人时，她就不敢自视身份了。实在是天人境对天尊来说，其重要的程度绝非他这样的准侍卫可比。就这样，在这女子一路的指引中，白小纯踏上了那条通往通天岛深处的巨大山脉，直至顺着山脉进入到了通天岛的深处。此地鸟语花香，好似仙境，四周绿树葱葱，灵气浓郁至极，时而可以看到很多灵兽在这绿荫内一闪而过。这还其次，白小纯更是在进入这通天岛深处时发现，这里居然随处可见不少在外面极为稀有的灵草，而如今这些在外稀有的灵草居然只是通天岛绿荫的点缀。而更让白小纯感到吃惊的是，他还看到了一些据说已经失传的惊人药草，且其中有不少在年份上随便一株拿出去都可让外界发狂，这也太富有了吧。白小纯觉得自己也算见多识广了，可依旧还是咽下一口唾沫，忍了半天，这才强忍着不去顺手摘下一朵的冲动。更是在这继续走下去时，白小纯心底的震撼就没有停过。他不但看到了灵草，他甚至都看到了一些无主的法宝。这些法宝一个个都极为不俗，甚至诞生了气灵，他们在这通天岛上成群的呼啸而过，如同生灵一般，让人目瞪口呆。而地面上时常可以看到一些小的溪流，这些小溪流内流淌的已经不是金色的海水了，而是近乎紫色。虽颜色深沉，可在感受中，这紫色的河水内蕴含的灵气竟超越了金色的海水。而每一条小溪的四周，白小纯都可以感受到那里藏着就算是他也都要重视的气息。这气息要么来自草木，要么来自法宝。
而更大的可能，则是那里藏着一尊堪比天人的灵兽。这一幕幕让白小纯只觉得这里绝对是天地间最富有的地方。蛮荒的葵黄城虽惊人，可若真比起来，根本就无法与通天岛比较。这里才是仙境。那指引带路的女侍卫偷偷打量白小纯，眼看白小纯被这一切所震撼，心中升起阵阵得意与傲然，不由自主的，他的心底对于自己如今的准侍卫身份充满了归属与认同，更是渴望能有一天成为真正的侍卫。白小纯没注意到这女修的心态变化，她此刻只觉得口干舌燥，那种来到了一座宝山，明明任何一样物品都可让自己修为提高，甚至寿元增加，可却偏偏不能去碰触一下的感觉，让她心里跟猫抓似的。直至在这通天岛的更深处，在距离那3座山峰越来越近时，白小纯的脚步猛地一顿，他只觉得自己似穿梭了一层看不到的光幕。此刻在踏入这光幕后，他的耳边就传来了瀑布的声音，抬头一看，立刻就看到那在外面看不到的景象。那3座山峰左右2座竟有瀑布从山顶落下，如9天之河自天而降，落在下方时汇入一片巨大的岛中之海。通天岛的核心之地竟不是平地，而是一片如海般的巨大湖泊。这湖泊的水赫然也是紫色，其上3座山峰屹立在湖泊上，其中的左右2座瀑布正在落入湖泊里，掀起巨大的声响，更是升腾无尽水汽。而一座座宫殿就在这水汽内，顺着3座山峰修建，直至到了山峰的顶端，形成了一主二府3座奢华到了极致、无与伦比的惊人大殿。白小纯目光一扫，这3座山峰上的宫殿数量之多，磅礴无比。尤其是正中间的主峰，其山顶上赫然屹立着一座巨大的雕像。这雕像的样子，白小纯一眼就认出正是天尊。而在他的脚下，才是通天世界里权力的巅峰大殿——天尊殿。而这全部范围有一个被世人狂热的名字，叫做道宫。白小纯心神震动，呼吸有些急促。看去时，虽那些水汽在不断的扩散下，使得整个道宫都处于朦胧之内，可白小纯依旧还是能看到，在那道宫内宫女无数，还有大量的侍卫，一个个都很安静，只是那目中的高傲之意很是明显。到了此地后，很快的，在那女修的引领下，带着白小纯走到了湖泊旁一处巨大的广场上，那里正对着主峰，抬头就可清晰的看到主峰上天尊那似能支撑天地的巨大雕像。此刻的广场中已有不少司脉修士到来，一个个都目中狂热无比，激动的看着四周，看着那主峰上的雕像。张大胖等人也都在其内，此刻都心潮澎湃，注意到白小纯来了后，通天东脉之人纷纷汇聚过来。这道宫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奢华的地方，你们看到吗？我之前在路上居然看到了一朵仙罗花，天啊，那可是只有上古时才偶尔出现的仙草，传说吃下后可以让凡人直接结丹。这算什么？我还看到了一尊双头巨龙，那可是龙啊，更是双头天地少有。通天东脉的众人此刻都在心神震动中，彼此不断的议论纷纷，其他3脉也都如此，很少有人能在这个时候保持平静。实在是这道宫让所有人都震撼无比。白小纯也都连连吸气，抬头看向天尊的雕像，这雕像惟妙惟肖，与白小纯记忆里曾经看到过的天尊一模一样，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尤其是在天尊雕像的额头，白小纯甚至都看到了一根血色的头发。在看到这根血色头发的刹那，白小纯的心都颤了一下。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听到不远处9天云雷宗内云雷双子正在与其身边修士低声说出的话语：“你们看到天尊大人额头的血发吗了？传说中那根血发是天尊他老人家炼制出的生机至宝，有无穷之力，造化万千，神秘莫测。”这话语原本只是云雷双子给其身边修士的介绍，可白小纯耳朵灵，此刻在听到后，他立刻就更为紧张，心虚无比。他没法不心虚啊，实在是他非常担心，若是天尊知道其珍贵无比的血发被自己给吸了，不知道会不会把自己炼成一根头发。那血发没云雷双子说的那么奇妙啊，我吸了后只是让不死骨大圆满而已。白小纯心底泛着嘀咕，此刻忐忑中琢磨着凭自己与杜灵飞的关系，若是再进一步，这天尊或许就是自己的岳父大人了。而吸收岳父大人一根头发，按照道理来说，就算对方以后知道了，应该也不是什么大事。想到这里，白小纯眨了眨眼，赶紧目光四下寻找杜灵飞。第925集，试炼开启。就在白小纯寻找杜灵飞时，一道目光似从那主峰的大殿内蓦然落下，只是目光就让这天地色变，风云倒卷，甚至连苍穹霞光也都扭曲，哪怕是通天海也仿佛瞬间静止，更不用说此地的瀑布以及下方的湖泊了。似乎这天地的一切都在这一刻随着这目光的落下全部颤抖，而广场上的所有人，包括白小纯在内，都在这一刹那心神狂震。所有的议论声戛然而止，每个人的心头都狂跳的同时，一股无法形容的压抑感也都不由自主地浮现全身，甚至就连动一下身体
好似都无法做到。就算是白小纯等天人，虽不是不能动身体，可依旧还是被这威压如排山倒海一般，直接压迫，体内都不断轰鸣。天尊！白小纯脑海嗡鸣，呼吸急促。这不是他第一次感受这种威压，当初在蛮荒时，他就曾体验过来自天尊的那惊人的气势。而眼下，在他感受天尊的气势似比蛮荒时还要狂暴，这就让白小纯心肝都颤了。这气势超越了天人无数，超越了半神太多，已经是这世间的巅峰，无与伦比。他不是受伤了吗？白小纯哆嗦时，四周的其他天人也都一个个身体控制不住的颤抖。天人都如此，更不用说那些元婴了。此刻这里所有的元婴都大脑一片空白，如同失魂一般。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从主峰的天尊雕像下，一个女子的身影缓缓走出，凤袍在身，高贵无比，正是杜灵飞。她站在半空中，背后是天尊雕像，此刻声音也都带着威严，回荡四方。拜！他话语一出，顿时广场上的所有人，包括白小纯在内，都不由自主的向着那巨大的雕像深深一拜。拜见天尊！数百上千修士的声音凝聚在一起，化作了音浪，在这天地内回荡。那声音内带着狂热，带着颤抖，更带着对强者的崇敬。在众人拜见时，天空上的杜灵飞已微微侧身，直至众人拜完，他才重新转过身，目光在下方人群一扫，于白小纯那里停顿了一下，又不露痕迹的挪开，淡淡开口：“此番试炼规则，诸位已知晓。第一个走出试炼之地者，将成为天尊弟子。鉴于试炼之地范围极大，这一次的试炼不限时间。”他说到这里，右手抬起一挥，顿时广场上的侍卫纷纷走出，给每一个四脉修士各自一枚玉简。此玉简将记录你们的一切，也是你们发现了出口后捏碎见证之物。杜灵飞解释了一句后，右手一翻，顿时手中多出了一块紫色的石头，将这石头甩手间向着下方的湖泊扔去。转眼间，紫石化作一道紫色的长虹，直接就没入湖泊中。也就是在其没入的刹那，整个湖泊猛地就传出哗啦巨响，湖水向着四周急速的翻滚时，大浪一层层扩散中，赫然从这湖泊内直接就升起了一座巨大的石门。这石门足有100丈之高，轰隆隆下冲天而起，最终屹立在了湖泊上时，散发出古朴沧桑的岁月气息。尤其是在那石门上雕刻着一张张狰狞的面孔，这些面孔好似活着般，不断的扭曲下，发出阵阵嘶吼，甚至还有黑气在这石门上散出，竟形成了99条黑龙，在这四周咆哮，场面顿时惊天动地。而那99条黑龙，每一条都足有1000丈之巨，此刻环绕中，似将苍穹占据，想要脱离石门冲出天外。而与这些黑龙比较，那只有100丈大小的石门都显得微不足道了。这一幕也立刻让广场上的众人一个个都心神再次震晃摇曳，骇然无比。也就是在这一瞬，眼看那些黑龙咆哮中越发扩散，天尊的雕像内突然的传出一声冷哼，只是一个冷哼声，却好似开天辟地时的最初那道天雷，震彻整个世界。那99条黑龙的咆哮顿时就被震散，取而代之的则是他们发出的哀嚎凄厉之音。这声音带着绝望，带着不甘，可却止不住他们的身体在这天雷般的冷哼下一条条的崩溃。这一切也就是几个呼吸的时间，那之前还狂暴无比的99条黑龙就全部崩溃碎裂，成为了黑气，环绕在石门四周旋转下，渐渐成为了一个巨大的黑色漩涡。这漩涡轰隆隆的转动中形成的力量，直接就拽动石门，使得这石门慢慢的如被吸开一般，向外缓缓开启了一道缝隙。在这缝隙传出的瞬间，一股阴冷无比的气息直接就从那缝隙内扩散八方，所过之处，天地间好似陷入隆冬。这寒气更似能冰冻魂魄，哪怕是白小纯也都全身一抖，呼吸凝结，看向石门缝隙。这缝隙虽小，可也只是相对而言，实际上足有数丈大小。只是哪怕白小纯天人修为，此刻用了全力，也都无法从这缝隙内看清里面的世界。虽看不清，可包括白小纯在内的所有人都立刻意识到，这一次的试炼之地怕是难度极大。那云雷双子，还有千鬼子以及灵仙上人，此刻也都神色凝重。至于四脉的元婴修士，更是这般。宋缺、白灵、赵天骄、左道等人无不心神震撼。实在是这试炼之地的大门太过诡异，以至于让人忍不住去思索，为何天尊收徒要定下如此规则的同时，选择这样的一个明显很是困难的试炼之地。毕竟这一次参与天尊试炼的众人都是元婴，一个个不说都是老奸巨猾，也大都是心机超出低阶修士太多，难免会有所怀疑。在这众人震惊与迟疑时，没人注意到张大胖，他此刻眼睛内露出无法置信，呼吸急促无比。这石门他的梦里出现过。我最后提醒你们一句，在这众人心神波动不稳时，半空中的杜灵飞轻声开口，声音一出，立刻广场上的四脉近千人都一个个抬头看去。试炼之地是一片范围极大，虽不是无尽，
可也很是辽阔的地方。那里分为4个区域，分别是沼泽之渊、丛林之野、平原之广以及沙漠之荒。在试炼之地内，你们一切带入进去的法宝都不能使用，更要注意你们的灵力，因为在试炼之地内，不但法宝不可用，就连灵力也都稀薄。想要在那里生存，乃至获得这一次试炼的成功，需要你们对于自身灵力要有很强的把控。同时，在这试炼之地内也存在了诸多无主的法宝，想办法得到这些法宝，将会让你们在这试炼之地内战力大增的同时，也更有机会试炼成功。而且这一次进入试炼之地的不仅仅是你们，还有我通天岛的侍卫，他们将由我来带队，负责这一次的试炼的监督、评判与裁决。杜林飞缓缓开口，他话语一出，广场上的众人立刻就对于这试炼之地有些放心了。毕竟，若仅仅是他们自己还有迟疑，可如今就连通天岛的侍卫也都去参与。更重要的是，杜林飞身为通天使者，也都进去的话，他们也就心底松缓了不少。尤其是云雷双子、千鬼子以及灵仙上人，更是松了口气。他们对于杜林飞的身份虽没有确定的答案，可毕竟都是多年的天人，心底多少都有了猜测。眼看杜林飞亲自去，他们终于觉得这试炼之地虽有一定危险，可最终还是为了选出天尊的弟子而设置。眼看众人明显安稳，杜林飞深吸口气，右手抬起一指石门，试炼之地开启。随着他话语传出，立刻那石门四周的漩涡猛地就吸力加大，轰鸣之声滔天间，这石门的缝隙被拉扯的再次开启了一部分，顿时寒气从其内更大范围的扩散出来。寒气虽重，可此时却阻挡不住众人心中的火热，立刻就有人一晃之下直奔石门而去，随后陆续有身影呼啸而出，踏入石门。第926集，凶险之地。西南北3脉修士加起来6、700人，还有通天岛侍卫数百，此刻大都飞出，直奔石门而去。星空道集中的众人也都相互看了看后，一个个深吸口气，飞向石门。张大胖迟疑了一下，向着白小纯点了点头，同样飞出。眼看宋缺、赵天骄、白灵等人都冲入石门里，白小纯眼目中露出果断，身体一晃，直奔石门。可就在他到了石门外，要踏入时，通天岛的侍卫中的7、8人也同时到来。这7、8人里，侯小妹竟也在其中。小纯哥哥，你要加油哦！侯小妹笑眯眯的低声开口，与白小纯一起走入石门内。白小纯一愣，他之前虽也注意到了侯小妹在四周的侍卫里，可却没想到这一次的试炼之地，侯小妹居然也会进入。实在是侯小妹的修为只是结丹，进入那试炼之地，在白小纯看来很是危险。你怎么也来了？进去后跟着我，这里面一定很危险。白小纯有些焦急，赶紧开口：好啊，有小纯哥哥保护我，那就太好了。侯小妹眨了眨眼，掩口一笑。这原本只是寻常的话语，可此刻白小纯靠近侯小妹，却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他感受到侯小妹身上居然传出一些让他很不舒服，甚至阴冷的气息。他还没来得及仔细思索，随着踏入石门，顿时石门内的寒气就立刻大范围的扩散，冲淡了白小纯在侯小妹身上察觉到的阴冷气息，让他一时之间有些分不清侯小妹身上的阴寒是其自身散出，还是这石门造成。可心中却在这一瞬有了警惕。而八方所见更是一片模糊，更有一股惊人的传送力骤然运转，根本就不给众人适应的时间。顿时石门内的传送阵就直接开启，一时之间隆隆之声强烈无比，好似雷鸣般就在白小纯以及他四周的众人耳中直接爆开。随着巨响撼天动地，更有一股强烈的撕裂感从这四周虚无内蓦然传出，如同吸力与斥力的爆发。白小纯全身一震，眼前顿时就花了，甚至这传送之力太过强悍，以至于这撕裂的感觉足足持续了有数十息的时间才慢慢消散。当完全消失时，白小纯只觉得有一股大力似冲击在自己身上，刹那间他就好似被直接推了出去般，天地都在逆转，眼前再次一花。当又一次清晰时，他的身影赫然出现在了一片陌生的世界里。这是一片沙漠，远处有沙暴漫天而起，形成了巨大的沙海，正向着自己这里呼啸而来。远远看去，这沙暴似具备惊天动地之力，所过之处，沙漠内的沙山也都要被夷为平地。而更为让白小纯心惊的是，他在这急速而来的沙暴中，竟看到了一具被卷入其内的身影。此人样子被沙暴遮盖，看不清晰，可从卷动的衣摆上去判断，应该是龙腾鬼海宗的修士。他正发出凄厉的惨叫，肉眼可见的，其身体在这沙暴中直接就被4分5裂，轰然爆开，鲜血扩散，也只是染红了那小范围的沙暴尘土。眨眼间，就连这血色也都被抹去，沙暴轰鸣依旧。此刻距离白小纯这里已不到100丈，但如今白小纯居然一口吞下。他们的震撼轰动心神的同时，没有注意到身边的同伴中有那么几位喘息的急促要比他们更强烈。这几人正是赵天骄与白灵等人。与中游那些原因比较，赵天骄与白灵接触的天人无疑是更多的，
他们的师尊，他们的祖父本身就是天人，耳熏目染之下，对于天人的了解也自然是最多的。但越是这样，他们此刻的心神